很多年以来，一个神秘的影子一直笼罩在神农架当地人的脑海中，挥之不去。谁也说不清它到底是什么。人们都在口口相传着一个名字：野人。所谓的野人，究竟是什么动物呢？直立行走，却有遍体生毛，难道它和人类有什么渊源吗？为何至今为止从未发现野人的踪迹？野人是真实存在，还是一个虚幻的传说呢？本期老烟斗鬼故事节目，我们就来盘点一下历史上最为知名的4次神农架野人目击事件，探索神秘的神农架野人之谜。1. 女野人掠夺男子上山生崽。1915年，神农架边缘地带的防线有个叫王老忠的人，他以打猎为生。一天，王老忠进山打猎，中午吃过干粮，抱着猎枪在一棵大树下休息。不一会儿，他就迷迷糊糊地睡着了。朦胧中，他听到一声怪叫，睁眼一看，有一个2米多高、遍身红毛的怪物已近在咫尺。他那只心爱的猎犬早已被撕成了血淋淋的碎片。王老忠惊恐地举起猎枪，没想到红毛怪物的速度更快，瞬间跨前一大步，夺过猎枪，在岩石上摔得粉碎，然后笑眯眯地把吓得抖成一团的王老忠抱进怀中。王老忠迷迷糊糊中只感到耳边生风，估计红毛怪物正抱着自己在飞跑。不知翻过多少座险峰大山，最后他们爬进了一个悬崖峭壁上的深邃山洞。王老忠渐渐地清醒过来，这才看清红毛怪物的胸前有2个像葫芦一样大的乳房。他立刻明白了，这个怪物原来是个女野人。白天女野人外出巡视，临走的时候，她便搬来一块巨石堵在洞口。晚上，女野人便抱着王老忠睡觉。1年后，女野人生下一个小野人。这个小野人与一般小孩相似，只是浑身也长有红毛。小野人长得很快，身材高大，力大无穷，已经能搬得动堵洞口的巨石了。由于王老忠思念家乡的父母和妻儿，总想偷跑回家，无奈巨石堵死了他的出路。因此，当小野人有了力气后，他就有意识地训练小野人搬石爬山。一天，女野人又出去寻找食物，王老忠便用手势让小野人把堵在洞口的巨石搬开，并且抱着自己爬下山崖，趟过一条湍急的河流，往家乡飞跑。就在这时，女野人回洞发现王老忠不在洞里，迅速攀到崖顶嚎叫。小野人听到叫声，野性大发，边嚎边往回跑。由于小野人不知河水的深浅，一下子被激流卷走。女野人惨叫一声，从崖顶一头栽到水中，也随激流而去。已不成人形的王老忠逃回家中，家人惊恐万状，竟不敢相认。原来他已经失踪了10几年了，家人都认为他早已死了。2. 1993年目击事件。1993年9月3日，铁道部大桥工程局古城桥梁厂一行10人在神农架就曾与3个野人邂逅。当天下午6时许，铁道部桥梁局古城桥梁厂司机黄先亮驾驶一辆面包车，载着10几位专家到神农架旅游。当车驶过一个急转弯时，黄先亮发现前方20米处的公路上有3个人正低头迎面走来。黄先亮说，有一个高个，2个矮个，高个瘦一点，看面相呢像人，但是身上长满了毛。本来想近距离观察的，但是等到他们下车时，3个野人早已逃至公路坡下30米的森林边缘，用他们的双手有力地拨开树枝藤蔓，大步向前冲去。人们只能听到噼噼啪啪折断树枝的清脆声响。这次事件的目击者多达10人，其中3位是铁道部大桥研究所的高级工程师。事发后，神农架林区党委宣传部专门派尹本顺等人赴古城桥梁厂调查核实情况。
据说调查人员在撞断的小树杈口周围发现2个清晰的大脚印，2个脚印呈左右角形，间隔约50厘米，前宽后窄，前掌宽约12厘米，后跟约7厘米。为此，伊本顺专门起草了一篇通讯，古城桥梁厂还在通讯稿上郑重签署情况属实 93.9.8 字样，并加盖了党委宣传部公章。伊本顺至今还保存了许多当年调查的第一手资料。3. 一位14岁的中学生，他叫周江，所在学校是神农架林区一中。周江接受采访时曾这么说：面对如此怪异的身影，车上几个人几乎同时发出了一声惊叫：停车！因为惯性，车向前冲出20多米后停了下来，但其动物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我们下车大概有10秒钟，跑到路边已经没有声音了，我们还向下找了大概30多米，只发现几个脚印和碰断的树枝，脚印很大，但却显然不是人类的脚印，有一半一半的5个脚趾头印。这次的事件由于有众多的目击证人，所以在科学界和社会上引起了巨大反响。神农架野人作为世界自然之谜，再度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4. 2007年目击事件。2007年11月18日，前来神农架勘探越野自驾路线的张先生，会同林区向导王东一行5人前往老君山、李叉河一带。中午12时许，快速行进的越野车到距离叉河管护所约1公里处简易公路上，在绕过一个缓弯后，张先生突然看到前方约50米处的公路上出现一高一矮2个浑身黑色的直立的人影，朝着公路下方走去。2人相距很近，高的约 1.7 米，矮的约 1.3 米，形体看上去精瘦，浑身似黑色毛发，身形矫健。张先生突然反应过来，难道他们就是传说中的神农架野人？坐在车后的王东也看见了，急喊快停车！2人拿起车上的 DV 就冲向路口，想要拍摄野人的背影，但2头野人动作极快，等他们赶到时，早已消失在丛林之中了。虽然没有拍到野人的画面，但是这件事目击者众多，而且细节极为详细，很快就在网络上流传开来了。综合以往种种野人目击事件，人们不禁开始怀疑，难道神农架的野人真的存在吗？可是如果存在的话，为何除了传说故事之外，就没有任何有效的影像资料呢？其实对于野人，早在上个世纪50至70年代，国内生物学家曾对此做过零星的调查。80年代，野人一说更是成为当时社会的焦点之一，甚至一度引起国际的注意。1989年，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人类学家弗兰克·波伊里尔也被吸引到了中国。但令人啼笑皆非的是，有一次波伊里尔光着膀子在河边打盹，结果被从未见过欧裔人士的当地村民当成了野人报告。随后波伊里尔发现，很多种动物，包括熊、长臂猿、短尾猴和金丝猴，都曾经被当地人称为野人。这毫不奇怪，野人的目击者基本上都是一些没有受过动物性观察训练，也没有心理准备的人。他们在匆忙乃至惊慌中看到了某种他们不熟悉的动物，就有可能与在当地广为流传的野人联系起来。在研究人员或记者的诱导下，在事后的回忆中，目击者就会有意无意地进行加工，让自己的描述符合大家心目中的野人形象。即便如此，各个目击者对野人的形态描述，例如身高、毛发颜色也很不一致，相互矛盾，以致有人干脆认为存在好几种野人。所以到目前为止，尽管神农架的野人之谜早已经人尽皆知，但仍缺乏有效的影像记录以及化石残骸，有关的传说也基本都是某某目击而已，让人难以信服，因而很多人并不认为野人真实存在。但同样的，有许多爱好者认为，没有发现并不代表不存在，
就好像许多稀有生物仍未被人类发现一般，野人很可能就是一种介于人类和猿猴的生物，只不过由于数量稀少，而且生活在高山密林之中，所以一直没有被活捉或者发现而已。对此，你是怎么认为的呢？关于野人的目击事件和考察的例子还有很多，甚至有人说自己吃过野人的肉。对此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关注我的官方公众号，拼音老阴斗，回复野人获取相关资料。咱们下周五不见不散。